带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忠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啊，这场美伊战争是从2月28号开始开战的哈。那当然呢，在5月5号首次有2艘美军的导弹驱逐舰成功的穿越了荷姆兹海峡，进入到了波斯湾。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啊，也可能是一个局势翻转的起始点。好，但是我们看到了伊朗就马上宣布说，美舰在荷姆兹海峡被伊军2飞弹击中。他说啊，在警告无效之后，他们射了2枚飞弹来击中了一艘试图通过荷姆兹海峡的美军舰，导致这个军舰是被迫返航。好，但问题就是伊朗这样讲，但是美军否认有船舰遭到伊朗飞弹的击中。好，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伊朗的海军没有击中任何美国的舰艇，而且强调这并非伊朗首次发表此类虚假的指控。好，所以就让大家看得更懵了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川普马上发话他说啊，针对外传有美国军舰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伊朗飞弹击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澄清了没有军舰遭到攻击但是他在同一天表示说啊，伊朗曾向一艘南韩的货轮来开火。好，那当然他后来还讲说，这个南韩你干脆跟我一起加入这个护航的行动所以刚刚这画面就是相关南韩货轮这个有起火的状态。好，但是我觉得南韩也是很聪明嘛也不要先做表态青瓦台对此就强调要先查明原因，那同时对于美国的护航行动要求维持审慎的态度。好，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确实荷姆兹海峡，我们都一直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点那目前看到它再爆火，所以呢，川普自己还说集成了7艘伊朗的快艇，还呛瞎要从地球抹去。好，那是川普发文啦他说美军已经集成了7艘伊朗的快艇，而且重创了伊朗的海上力量甚至还说那已经是他们仅剩的。那如果伊朗进一步的攻击在荷姆兹海峡护航的美国军舰，德黑兰当局就会被从地球上抹去。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川普的发文其实有一些漏洞因为过去我们曾经就讲说啊，其实伊朗的海上力量还算有一些库存还算有一些力量存在所以他说是谨慎的那大家也是有很多的问号。好，那当然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过去几个小时并没有商船通过海峡。那美方声称有2艘美国的商船通过海峡的说法，他们也觉得是不实的，所以伊朗的官媒也否认美军有击沉伊朗船只的报道，所以蛮特别的伊朗说他们有击中2艘美国军舰，1艘的美国军舰但是美国呢也说他有击沉7艘伊朗的快艇，但各自都否认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好，那看到了现在呢，也是这个美国的2艘驱逐舰通过荷姆兹，那美国这边当然就说啦，我们成功通过了嘛而且这2艘驱逐舰在阿帕奇直升机跟其他飞机空中支援下，成功拦截威胁。伊朗的发射所有飞弹跟无人机都没有办法击中任何一艘的舰艇。好，不过现在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其实感觉它有一个新的局面也就是它公布了荷姆兹的新地图。好，首先我们看到伊朗说他们已经为荷姆兹海峡的各种情况来做准备。那除了是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案，必要时就会采取行动。那甚至这个新地图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他画了这2条线大家有发现吗？中间是荷姆兹海峡。好，那这个是伊朗的海军说，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跟管理的荷姆兹海峡新区域范围南界就是连接伊朗穆巴克拉克山跟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好，那西界的部分则是连接伊朗的格什姆岛末端跟阿联酋的乌姆盖万的连线。那这个地图详细的就标述了这个部队目前所掌控的海域范围大概就在这边。那也展现出伊朗在这个地区强硬的军事存在感。所以目前看起来，伊朗对于自己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握度似乎还算有底气那当然，这个伊朗的外长就会特别的对于川普的自由计划有一些呛瞎了他说荷姆兹海峡发生的种种事件
都清楚说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所以美国你应该要警惕，别有用心再次拖入了泥沼。那阿联酋也应该要警惕，自由计划其实就是僵局计划。好，所以自由计划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的船公司的讨论，尤其蛮多船都是怀疑这个效果的我们看到希腊的航运公司它的营运长就有直言说川普你这项倡议很模糊。那美国呢等西方国家的军舰引导通航下，其实更容易被伊朗革命卫队盯上跟锁定那有一个经纪公司船东跟船舶的追踪机构等资料。现有大概是1600艘的船还受困在海峡两端。那一个欧洲的船东认为美伊在海峡必须明确停火，他旗下的4艘船才有办法从海峡脱困。好，所以呢，这个新计划目前看起来恐怕会失灵，因为市场是压9月解封的几率57%超过1半多一点点大家觉得最悲观就是拖到2027年。好，我跟观众朋友讲，2027年那就等于我们的能源在全世界都有问题，尤其亚洲国家。所以这到底怎么解呢？那当然现在川普下不了台阶他目前还继续这个陷入赫姆兹的泥沼当中。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这场仗这个不管是当陷于罗生门美国的军舰说他没有被打到但是伊朗说他发射了2枚导弹，命中了美国的驱逐舰那不管打到或者是没打到，但是我觉得伊朗都达到他的战略的目的。虽然说战术没有一定成功，可是战略目的他却达到了。什么是战术目的呢？战术目的就是他持续要封控荷姆兹海峡，让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或者是货船不能通行出去。那战术上面，他究竟打到美国的驱逐舰没有？我觉得倒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这些船只目前还必须要停在波斯湾里面，是出不去。试问一下，如果说是这个美国跟伊朗很明显的已经互相开火的状况，还有哪一艘货轮敢冒险听美国川普的话，按照他自由的计划，按照他的引导从这边通行出去这个是我第一个，我先讲这个伊朗它达到它战略上的目的。第二个，我们看这次的开火，在战术上面来讲的话，那伊朗究竟有没有可能击中美国的驱逐舰？我个人的认为是不大应该是没有。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你要击中一艘驱逐舰，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说以伊朗的导弹的性能，除非他真的是获得了解放军提供给他的 CM 这个208那款，也就是鹰击21导弹，因为它是超音速导弹，那大概还有可能可以命中。如果说只是纯粹他们自己研发的导弹，那我认为说是这个以舰艇上面它有很强的一个防护能力，包括到这个中程的，它可能有防空的飞弹，它就专门打这个你攻击它的这个飞弹它去拦截。这个弹对弹的拦截，那如果说你突破再近的话，它还有方阵快爆，那1分钟射速这个都好几1分钟的射速都上千发的，所以饥渴你接近它就自动射击把你打掉了。所以你真的要命中美国的军舰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果说你是用这个无人机要攻击美国的这个驱逐舰，我觉得难度可能会更高没有那么简单。那我们看到美军到底有没有击沉伊朗的快艇？我认为我的研判是应该是有的因为这次美军我们看到川普讲他的所谓自由计划，他总共要动用100架的陆基型以及海基型的各型飞机，还有15000名的这种官兵这个陆基型是什么飞机？我认为就是阿帕奇这种直升机，它前面那门的快炮，事实上射速是非常快的。打快艇可以说，这个头盔你戴上去以后，你眼睛看到哪里，那个炮就指向哪里。其实要躲掉是很难的。在海面上面，你那个船的速度再怎么快，你绝对没有直升机快，而且它居高临下更容易击中你。这是我认为他讲的陆基型。然后第二个，它海基型的可能就是它这个林肯号航母上面的 F-18这一类战机。那我们不可讳言，以美军这个武器的强，如果纯粹就武器的性能来讲的话，它确实有它一个功能在。所以我认为说是击沉这个伊朗的船只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所以我对这次的行动，我认为说在战术上面，这个美国可能胜利了。可是美军输掉的是战略
那伊朗可能是在战术上面他可能失败了，可是在战略上面他是成功的。那试问一下，如果说美伊双方都开火，我们就看到昨天这个一传出这种新闻的话，美国的4大指数马上应声下跌。那后续来讲，解封是遥遥无期。现在我想说，在这1700艘被困在波斯湾里面的船只的船东，一定会给美国川普很大一个压力，因为这些船东包括各国的船只都有，那这些船在里面，他船跑不了生意，做不了生意，而且船员在那边已经待了2个月的时间，生活或各方面都形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虽然说赢得这场战术，可是他后续会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对，一定是最大的因为这一场战争就是他引起的那当然大家希望能够解开赫姆兹的问题，但他都解不开。好，我们问赖老师。要解开也不难，美国停战、停止封锁，交换伊朗停止封锁然后再谈赔偿的问题，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解开了但是问题就在于都不愿意最主要是原本伊朗愿意，美国川普后来又反悔因为最早说我们停火了，那伊朗说好，停火期间那我就解开这个赫尔墨斯海峡。川普说感谢，接着又说我还是要继续封锁你的这个海峡。那伊朗就说那你要封锁我就恢复封锁。就每次以为那个台阶已经搭好了，他都不走下来。那为什么不走下来？就是川普以为他赢了，我觉得误判才是造成最大的问题。现在有点像儿戏了，但是我觉得大国的领导人把战争当儿戏不是好事情。伊朗说你敢进海峡我就打，美军就说我进了，然后伊朗说我打了，美军说你没有打后来川普说有，他有打是川普说的，川普说有，他有打，但是他打中的是韩国的船，而且呢我们把伊朗的7艘的导弹快艇打掉了，所以我们又赢了所以他打掉的是韩国船，所以你韩国的军队跟我一起来护航吧，这是川普的说法。由于最高统帅已经说有打了，因此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被迫不得不出来直接面对记者，库珀他就说有打伊朗有发射巡弋导弹，也有发射无人机，但是没有打中。不过我打掉了这个伊朗的6艘战舰，大家都觉得川普说7艘，你说6艘，那到底是7艘还是6艘？反正随便数字他讲那理论上讲应该以军人为主，因为军人比较清楚知道打掉几艘。川普的数字可能有点障碍因为他的数字常常变那一下子不知道多少，一下子不知道多少，我们也都搞不清楚了。那但是应该以职业军人为主，因为他知道具体打掉几艘。但是伊朗说不对我有打到你的导弹驱逐舰然后这个美军说我确实没有被打到那也但是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谎，后来说他有被打但是没打到，那到底有没有被打中？那这个要待证明，伊朗你要提出证明来，美军你要自清。我讲这2点，自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公布照片嘛，公布即时的照片，也就是说你是拿2艘导弹驱逐舰穿过这个海峡，你把它公布出来给大家看，然后你说你看我现在还是很好的，没有坏掉，那就代表伊朗说谎。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不难去解开的，但是都没有人要解开。好，那川普在这个伊朗打之前，川普就威胁伊朗说你敢打的话我就把你从地球表面抹去。结果伊朗打了，到现在为止川普还是没有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那我们就在问，那川普要怎么样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那一定要用核弹。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要从哪边运核弹？你要从德国那边来运核弹，要不就是要从土耳其那边来运核弹，你不可能从本土来运核弹。问题是德国要不要让你去运核弹？土耳其说你核弹要运离开的话，要经过我同意，所以这又被僵住了。好，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确实有2艘马士基的船冲过海峡了。那他就是说，哎呦，美国是不是护航成功？不是，是因为那2艘船确实是在护航下能够成功的离开海峡，但是那2艘船是帮美国运军事物资的船，
所以美国必须要保护他离开。可是韩国没有帮美国运军事物资，韩国就被打了。好，聂教授怎么看 OK， 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当这个领袖也非常的厉害。但是我觉得他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梦，他的梦有一个字就是要赢，要 always win。来，刚才有讲到，他说他赢了。当然，你也看过他这1987年的这本书啊，里面讲的这个交易的艺术里面讲，他永不认错，那死不认输。所以他是很不会输的。重点是话语不会输，但是形式和实质上，你形式上你永远说你不输，但实质上有没有输，其实我们从很多端倪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从2月28号之前谈的所谓的4个条件，要伊朗怎么样？第一个呢，去核；第二个呢，去导弹；第三个，荷姆斯海峡等等的。他讲了4个东西，不能支持你的代理人啊，这个等等。结果最后到现在全部没拿到，甚至啊，我觉得他输到在这个地方输得蛮惨的，就是他提的有6个准，就到了10点。现在都是伊朗在提，为什么呢？伊朗好像那个喊价越喊越高，甚至喊出啊说30天内呢一次要解决所有的核心问题。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谈的议题有关，其实跟荷姆斯海峡的封锁非常有关。好，我先讲一下哈。那这个荷姆斯海峡的确非常重要，其实它对伊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当时伊朗他也错判一个问题，他以为啊只有他能控制这边能不能封锁，他也没有想到4月13号这个川普会丢出一个美军来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个举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聪明之举，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因为他这个是能够反锁喉这个伊朗它的经济命脉的，这的确是比他经济还严重。所以他这个提出14点要求里面，虽然他喊价很高，但有一个就叫做解除海上封锁。为什么伊朗急了呢？因为伊朗对他来讲，这个封锁对他的命脉、经济命脉，将来后面赖以为生的这个石油的输入，的确很有影响，因为他变不能自己控制了。不过我现在要讲的哈，刚刚在争议这个，你打扫几艘，打了我几件，七个，等到我打了你这个是真是假，这谁是棒人？还有，我觉得这不是最重点，因为真假不是重要。我觉得一个穿皮鞋高高在上的人，现在跟一个草鞋在路上的这个莽夫在斗的时候呢，现在你去跟他争这种有啊没啊的事情，很无聊，你不觉得吗？怎么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国际中最大的G1的大国的领袖，去跟一个小国去争议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是格局的高低。这个不但是啊，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喊价越喊越高，而它的格局在美国来讲越来越低。我就要讲的一个就是，当然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荷姆斯海峡要封锁，的确会锁这个伊朗的命脉，所以伊朗当然现在要用策略，也要想方法去解套。但是他砍到一个自由计划，我必须讲一下，这是一个非常 ridiculous 的事情，也就是很荒谬。请问一下，美国现在的信用还在哪里？到底谁会信任他？从美国的角度，他的能力已经慢慢衰减，他这次消耗战也打得很惨。第二个，他很多事情都从自己的利益先开发，所以其他的船东，请问他要如何信任美国？这是现行最严重的。各位想想看，当两边战争的时候，请问一下，伊朗有没有反击？有，他对等反击，打到哪些？像曾经美国想要保护他的卡达。这个乌代尔机场，那你去看那个沙特的那个苏丹王子机场，你看到巴林的海军基地是不是都被打了？对，所以你越有美国关系，你更惨。所以传统怎么相信你呢？所以这自由计划，我觉得是蛮荒谬的。所以很多人才说啊，中东过去美国的盟友，其实现在对美国的信任度是正在瓦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是一个关键点哦。但是我们要看到，之前川普不是曾经有讲过吗？我们看看这个伊朗内部啊，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确实，川普一直觉得在伊朗内部有他们的政府派，也有他们的军权派跟黎巴嫩有点像，他好像在看他们里头在裂解哦。那现在是不是真的让川普讲中了呢？好，那当然我们要换一下 CG 包含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总统他生气啊他是怒轰说革命卫队擅自攻击了阿联说简直疯了原来这是伊朗的总统他暴怒抨击了革命卫队那就是政府攻军队嘛好说对阿联发动的这个飞弹跟无人机攻击完全不负责任，更紧急要求会见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希望借此来施压革命卫队立即停止攻击波斯湾国家，那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好，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大家来看哦，这就是阿联哦遭到伊朗15枚飞弹的袭击哦，最大港口也窜出了火柱画面哦。那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曝光了。好，那这是阿联他们指控伊朗哦发射了数十枚的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他们的国营邮轮跟境内最大港口，还有间石油储存的富查伊哈石油产业区。好，那石油设施陷入大火，而且造成了3人送医。好，不过一轮看一下外媒哦，他是说阿联的防空系统是有成功拦截这15枚的飞弹，还有所有的无人机，但因为拦截还是会有一些碎片嘛，还有无人机的部分还是掉落在这个港口，所以才引发大火。好，那这个富查伊拉并不是随机目标，是阿联酋在阿曼湾主要石油出口的码头，也是阿联酋唯一一个完全绕过荷尔姆兹海峡的主要港口。好，那这个港口处理了数百万桶石油，那世界各国为了避开封闭的荷尔姆兹海峡，所以刻意将石油改道运输。那伊朗此次的袭击就是这一条绕行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是针对性的。好，那我们再看到伊朗攻击了阿联酋，那不久之前我说还有4枚的弹道导弹从伊朗发射，但是被阿联酋的防空部队拦截而且摧毁。好，那其中的3枚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好，有1枚是落入了海中。大约2个小时前也曾发布过类似警报，那就是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同类的警报。好，你看相关的画面也出来了哈。好，那当然目前大家讨论的除了是伊朗轰阿联，那也有川普是不是把盟友置于生死之外呢？那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就有特别的警告他说美国跟阿联应该避免被卷入泥沼并指出说近期荷尔姆兹海峡的冲突显示了政治危机无法透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好，那当然美国的高级官员也特别提到说美国其实正在逐渐逼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好，那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川普跟德黑兰新的领导层手中，所以就是局势是否升级其实呢决定权仍然在川普身上。好，那美军启动了荷尔姆兹海峡护航的第一天则是呼吁商船要朝南靠近阿曼跟阿联的海岸来进行航行。那海上的冲突升温，现在阿联的国营石油公司油轮遇袭，谴责伊朗说你们是海盗行径。阿联强力谴责说，伊朗的无人机在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油轮。好，那如果这个阿联的强烈谴责当然是真的嘛，就是他因为这样所以强烈谴责，那大家就要讨论说，那川普你不是说你有自由计划？那不就代表你的护航完全没用吗？还是有货轮商轮被这个袭击嘛？那现在呢，美伊战争到底要不要继续打？操控在川普手上，我们就来听川普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啦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结束，说我不能告诉你。不过对方假如锁定了美国船舰攻击，伊朗军队就会将他们从地球的表面给抹除。好，那美国伊朗在波斯湾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也拒绝回应停火协议是否已经破裂。好，我们看到了古博多次拒绝回应那在另外一场简报上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说会交由白宫决定是否宣布违反了停火协议。好，那美国媒体有做相关报道说其实川普对伊朗的问题已经觉得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很厌倦好，不止你川普伊伦都感到厌倦，我们都谈了2个月了好，那美国高级官员说川普其实很想行动，他不愿意坐等，他想要施压，他想要达成协议。好，这也是我们前面呼应我们前一段讲的他一直觉得自己赢了但是又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从他要的这里头拿到他所想的所以一直就呈现僵局。所以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川普你啦好，我们来看一开始现在这个伊朗的总统对于革命卫队攻击阿联，他其实蛮不满的。我们问赖老师，他不满，他也无可奈何，因为革命卫队不用听于他因为他们的法律规定，革命卫队只服从于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不是服从于伊朗的总统。就穆杰塔巴。对，穆杰塔巴他才有真正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队，还有这个国防正规军，以及民兵组织，还有革命卫队都听他的，所以总统事实上是没有兵权的那因此他总统只能表达意见，表达他的态度。
但是最终连总统都要听穆杰塔巴的，因为他才是最后的一个决策者。不过我们看到阿联酋，我们前段时间才在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讨论说，阿联酋做了2个动作，会让自己陷入争议的漩涡里面。第一个动作就是他退出那个 OPEC Plus，那时候大家就谈到说，他退出的目的是什么？它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因为他跟沙特阿拉伯的不满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愉快已经浮上水面了，然后他自己本身要退出来啊，这是当然对外的外交来讲，他不会这么承认，可是所有的分析都是指涉朝这个方向走。第二个呢，他做了一个我们也在上礼拜也在讨论的，就是他接受以色列的协助建立铁穹计划，也就是以色列把铁穹拉到阿联酋去了，所以那阿联酋它好像就形成了它跟以色列等于是准军事结盟的关系，因为铁穹是属于安全系统的防御系统。军事的，那如果以色列帮阿联酋建立的话，那就包括你的雷达系统、侦测系统、导弹系统，还有人员的训练，那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偷偷的已经进行了？那这个是海湾国家之前所不知道的事，会不会之前你们就已经？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说我没有用过这套系统，我马上就能够上手，不可能的。要不就是谈蛮久的啦。对，要不就是以色列的教官已经进入阿联酋，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哈。结果我们看到阿联酋就被打了，阿联酋被打是事实，因为有图有真相，而且有见证者，所以阿联酋的船被打，炼油厂被打，储油槽被打，这是事实。但是问题就是谁打的？那革命卫队说不是我打的，那伊朗的有一部分的人说是以色列栽赃抹黑我，那以色列说怎么会是我打？我的位置根本不在那边。可是伊朗的总统却很生气的说，好像他的生计好像变成是革命卫队打的，所以这个就会形成了一个罗生门的一个问题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可是我们觉得最吊诡的是，为什么川普不说话、不表态、不谴责、不提高这个冲突的升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在秘密的进行间接的谈判。这个是不对外公布的，间接谈判还在进行中。好，将军怎么看？伊朗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它有2支军队，一支是叫它的国民军哈，就政府的编制的部队，另外一个是纯粹宗教的部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革命卫队哈。那革命卫队纯粹就是宗教领袖，但是这个革命卫队他自己本身也有陆海空3军，他都有。那这支部队他是不听总统指挥的，他只听他最高领袖指挥的。从这次我们看到伊朗总统怒了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你自己国家的军队去打了人家以后，你去生气说，你们这些人疯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阿联酋哈这个国家？那我们以前这个美国哈，这个国力强，他想打谁他就想打谁。那现在伊朗就变成什么样？伊朗就变成说，这个你要打我，我就打阿联酋哈，就造成这个所谓的在战略上面对美国采取一种制衡的功能。这种事情也很吊诡。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第5舰队位置在什么地方？它就在巴林。大家去看看地图上面，巴林在哪里？巴林就是在波斯湾的正中央。那以前这个还是所有用飞机或者是船只的那个年代里面，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巴林这边建的第5纵队，它等于控制整个波斯湾都为它所掌控。你们这北边它对着伊朗，南边来讲依靠的是这个沙特，然后左右分别是这个科威特、伊拉克，还有这个阿联酋阿曼等这些产油的国家。所以它在中间，它可以对这些国家讲好听一点，它要对这些国家提供所谓的安全的保证。讲难听一点，它可以随时掌控到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也将自己的安全就信任美国，将自己国家安全信任给他。所以我们看到中东地区产油国家那时候都是用美元在交易。那我油卖给你，你付给我美元，那我拿那么多美元干嘛？我去买美债，买了美债干嘛？我又回到美国去投资去了。所以美国借着这一轮的操作赚了很多哈。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看到阿联酋这段时间
他从这个2月28号开战以来，被打得最惨的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为什么被打最惨呢？因为现在武器已经不是传统的飞机大炮了。如果说是伊朗还是这种战机军舰，它当然绝对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他现在用的武器是不对称的武器，包括它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所以它可以对这些国家这个发动攻击。但是相对的，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像阿联酋被发动攻击之后，那卡达、这个巴林这些国家站在旁边会怎么看？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说，你美国保护不了我了，对你没有这能力保护我，那以后我自己的安全我要寄托给谁？那会不会因此让这些这个中东地区产油国家就不再信任美国，然后认为你不能提供我保护？那也就这个中了伊朗的要求，就是要将美军赶出整个波斯湾。是。好，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伊朗总统批评革命卫队的新闻会出现？好，当然我们刚才稍微也帮大家讨论一下，这是伊朗国际这边的报道那就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蛮批判伊朗政府的。好，所以呢，他们这个频道有被伊朗政府给禁止，那也就确实他们很常在讲伊朗内部的一些状况，有点反伊朗的性质啦。所以当然这种新闻出来他们会比较强力报道。好，我们接下来问聂教授。OK， 我相信伊朗他在整个战术战略中都其实做得蛮细腻的。其实各位想一下，当他开始反击这美军的这种，我们不要说侵略就是当时美国先开始攻击伊朗，那伊朗要反击的时候，他只能对点的，所以跟美国有关的美军基地对点攻击嘛。我刚刚讲过了，像那个卡达的乌代尔，或者是这个沙特的这个苏丹王子机场，甚至刚刚讲到这个巴林的第5舰的那个港口也都被打过。他就要对等打到跟你美国相关的。那这一次呢，我觉得这革命卫队为什么要打这个阿联酋这个所谓在东岸的这个阿曼湾的旁边这个港口呢？这个港口有它的重要性。我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港口呢，其实从这个阿联酋里面，它其实产油是蛮丰富的。它从其他的地方生产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它所谓的输油管，输油管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港的。那这个港呢，其实它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集装箱和这个石油码头的整个设施。它最重要呢，它是这个。它被号称叫人员从中东除了能够绕过荷姆斯海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出口的逃生舱。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当他开始觉得所有的荷姆斯海峡控制权是由我伊朗的革命卫队控制的时候，那没有问题。可是美军进来了，美军说我反控制还要搞自由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军它可以利用阿联酋，因为阿联酋不管跟以色列或者是美军的关系并不差于跟伊朗关系。因此呢，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呢，再把部分他这个美国想要的这个石油拿走。这时候伊朗必须做这个动作，我觉得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统不管他们内部发生什么事情，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他们必须打这个点呢，也就是要让他们的后面的步骤能够继续赢下去。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当然，因为伊朗他知道，如果我自己的被封了，而你的还能走，那我是必输。所以要不然就是都挂掉，我觉得是这个感觉了哈。玉石俱焚了。对，当然我还想科普一下，各位了解一下 OPEC 这个组织在1960年成立。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只有4个国家，就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一个就是沙地阿拉伯。那当然后来沙地阿拉伯呢主导，其实当然伊朗提出那沙地阿拉伯主导，因为它产油很多。当然还有一个呢是在南美的这个，你知道OPEC 现在有12个国家。有一个是南美的，就是委内瑞拉。美国总统这个川普是很聪明的，一开就把那个委内瑞拉就控制住了嘛，总统这个就直接跨国绑架。还有呢，这个另外6个在南非，那我们就不讲那6个，就主要这几个国家。我刚点了4个，因为12个减掉1，再减掉6，应该还有5啊。另外一个叫阿联酋，阿联酋在1971年加入的，因为阿联酋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所以在1971年它加入之后的，后来发现石油危机，那跟这些都有一些关系。我现在要讲是阿联酋。他因为加进去后，他被限制叫 quota， 他限制他的配额之后，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要完全加入进去，因为他想赚的钱他赚不到，他有自己的输油管，因此他退出了。这时候让伊朗呢，其实也师出有名，因为他5月1号退出了 OPEC 嘛，所以我觉得这次打呢，是我觉得部分来讲是师出有名，而且跟他的战术战略，就伊朗的战术战略的巧妙运用是有关系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虽然现在美伊战争还不见一个终点，但是大家关心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啊，就是5月中马上就要举行的川习会。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又讲话啦，
说啊，川普不会再因为伊朗战争再推迟访问中国了齁。好，那也确实啦，都已经推迟过一次了，再推迟第二次哦，对双方也都不好嘛齁。好，所以川普在1号的时候曾经表达说啊，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他还是会按照计划在5月中的时候来访问中国大陆。好，但是现在啊，就发现说中国大陆频频表态，而且还画出了底线，所以川习会恐怕会有3个议题来浮现。第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伊朗问题。好，那川普这一次访中啊，只有36个小时哦，比我们的赖总统还要快速哦。赖总统去史瓦蒂尼还要更快。好，象征性的意义啊，似乎大于实质。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到嘛，不管是美方或者是中方哦，他们的磋商非常频繁。当然，因为2国元首也没办法谈论太多啦哈，所以呢，有人觉得啊，很难在上述的3大议题当中达成突破性的共识。好，那 CNN 则是认为说，习近平手握2大王牌哦，也就是美国因为伊朗战事失利嘛，所以呢削弱了议价地位，那川普就面临了期中选举的压力，北京也试图以中国庞大的市场跟稀土供应的主导地位来换取川普的关键让步。那当然哦，有人觉得是有反对台独，追求长期的美中稳定关系等等。那现在华府智库的东亚计划主任呢，他认为有关伊朗的问题哦，那更多会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不是取决于解决伊朗战争的本身。好，目前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啊，到底这次川普去到中国谈论伊朗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呢？我们从贝森特的话语先来看一些端倪哦，因为他就特别讲说，华盛顿会密切的关注中国是否加强跟伊朗的外交努力，那促使伊朗开放赫姆兹海峡，同时又矛盾的强调美国这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呢，贝森特是希望中国帮忙哦，要解封海峡。那有人就觉得，现在美国是不是想揪出伊朗背后的靠山，好像在这个隔山敲虎的感觉好，那伊朗战事阻断了赫姆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使得中国等原油进口国面临了防止国内供应短缺的压力。那美国为了迫使得黑兰结束战争而加大施压，对加工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企业来实施制裁。那中国已经要求企业不要遵守美国针对相关民营炼化企业的制裁那当然对于美国的制裁体制也会构成一个考验。那《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美国也把目标对准了是茶壶炼油厂的这个中国民营炼油厂这吸纳的都是伊朗出口的这个石油，所以有如为伊朗提供资金的救生圈。那目前呢，华府的智库研究员特别讲美国在应对冲突时采取了多重目标的策略。那美国官员则说现在有情报显示有企业可能试图向伊朗运送肩射弹、飞弹，还有民用的两用物资。那中国这边则是说他们对于军品的出口采审慎态度。那不管如何，反正就是他们觉得北京在玩2面手法就对了。好，那川普现在他是还没有到这个北京嘛，但是要出发之前，还是不忘先呛习近平说我们美国的 AI 实力绝对遥遥领先中国啦。那现在川普政府好像也是担心审查新的模型，怕这个新的模型流入到中国的手中那关键就是希望这个技术领域要维持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好，那大摩也续看好中国 AI 的路径说性价比也就是 CP 值的叙事。那预料美中的 AI 差距收窄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就是川普所谓的 G2 又要见面了。那看起来在整个局势上面恐怕又有一些不赶快。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财长他说不会因为伊朗战事再推迟一次。我们先问赖教授。还有不到10天那川普就要去北京访问了。川普一直在吹风了，说会有很惊奇、令人惊奇的、很精彩的一个36小时能多精彩？他认为了那他也一直希望能够把中美的关系能够吹风吹得高一点先遣部队已经到了因为这是大事嘛，所以他的西摇拐的运输部队已经把这些国务院还有各部门的白宫他们总统所要用的，还有安全的这些隔离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隔离就是隔音了，因为他们有很多通讯的秘密都要经过这个部分里面来，都已经开始在打造、在建立。但是我们为什么大家都普遍不是很看好？如果2个国家的关系很稳健，
然后是要一种很正规的访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有一种大战略思考。那在大战略思考中要怎么去对接？各个部会的首长他们就会开始事先铺路了，不断的在磋商。例如说，外交部长跟外交部长之间啊，财政部长跟科技的各方面、农业的，如果有很多的层面要合作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对接都出现了。但是你看这一次里面，农业也没有合作的空间，科学也没有，学术的文化也没有，教育的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情形下，只剩下的那就是一个佩森特。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总统是要到大陆去访问，结果他的国务卿到目前为止还踏不进去中国大陆一步。那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去一个大国访问的时候，他的外交部长都是会先到，先到以后，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然后接着就先遣部队，他们到以后就开始执行嘛。可是你看现在连这个卢比奥连北京都进不了，后来是找那个共和党议员嘛。对，那议员能做什么呢？而且大陆这个大国，它是讲规矩的，就是你什么等级的人来，我用什么等级来跟你接触。所以你看，跟贝森特讲话的绝对不是王毅嘛，一定是这个何立峰所以你会看到一定都是这样对等的。那这一次王毅跟卢比奥有两个人有讲上话，在电话中有讲上话。讲上话的时候，王毅就讲得很明白了，就是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在国际政治学里面，这个是很严格的界定。核心利益就是这个国家为捍卫自己的生存的利益，它不排除动用任何手段，那就包括军事在里面了，这才叫做核心利益，那是最高等级的。那已经讲了，台湾是中国的最高等级的利益，那这也建构中美之间的关系，所以中美的最高的风险会因为台湾而来。好。那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事处理好。可是你看，当赖清德跑去斯瓦蒂尼访问的时候，美国的国务院第一时间就肯定、赞许、赞美。那这代表什么？美国就是我不吃你这一套，就是卢比奥的态度就是我不吃你这一套，我继续这样打台湾牌。那各位你想，那两国的领导人到最后还有什么大的突破能够进行呢？台湾的问题没搞定。其他的大突破的可能性就往下降了。那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在思考的很有可能是以15规划为主，环绕15规划中的涉外事务中跟美国有关的这个部分来拆解一些会影响15计划的事。但是你说中美关系会因为这次的访问就否极泰来变得很好，那我倒觉得这个急了一点因为以往我是抱着很乐观的态度。但是我觉得越看情势的演变，越接近要谈的时候，似乎没有大计划出来。没有大计划出来，我们就能够想到的，那就是两国的领导人只定一个大方向而已，而不会有具体的大计划在落实。所以类似像框架一样我觉得像框架的可能性比较高了。好，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讲框架，我觉得连框架可能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台湾政治也有所以极难极虑。框架没有，那白去啦。没有，他还是要去，因为他谈我所谓框架，就是说你至少框出了一些东西，我们该做的东西。我觉得最后都会虚有其表，会拿到一些东西。这些虚的东西，川普回去就说：“我又赢了，我又拿到他们买了不管多少的大豆、玉米，我又赢了，我又跟他更友好了。中国很多人又要听我话了。”我觉得他只拿到这些虚无缥缈的部分，他觉得他自己觉得赢的东西。但是呢，我这样讲2004年、2024年那时候，我刚好在广州开中国金融学年会，刚好晚上看着他选上的11月选上的时候，我说过这个事，就是当时我就看到北京有一个专家说，其实川普上来对中国非常有利，哪里有利呢？因为川普这个人什么都行于外，很容易看清楚这个老头子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找一个心理学专家，不用外交专家，什么都不用，心理专家去研究他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观察川普的走向，也就是有所谓的政治心理学来研究这个人走向，他的动向、他的需求等等的。所以呢，这时候你会发现，当然中国累积了筹码，他也去练了他的身体肌肉 muscle 也练得越来越强了，不管在军事、航太等等，甚至有一些我们刚刚讲最重要就是关键材料，像稀土之类的，
不知储量世界37%，产量呢全世界的60%，而且它今日演练到91%、92%，这样的一个能力，3成都能够控制了世界未来所有东西高科技的发展。而当然美国，你刚刚讲到 AI， 当然还是赢中国，但是你要讲遍地开花，中国是赢的哦。但以深度来讲，因为他们矽谷当时以前的研发能力、创新的确是够强。所以美国现在呢，当然在它还能够控制全世界，不管荷兰、日本的部分技术，甚至把最高阶的晶片hold在手里的这个能量呢，的确也是它的一些筹码。所以这两个筹码说不好听点，跟美国依然要谈东西永远谈不拢一样，这两边也永远谈不拢。所以我的意思说，急蓝急绿在台湾不是就是打一架吗？前蓝前绿碰到吵一架，只有不蓝不绿这种东西可能还等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会碰在一起呢，把这个我们讲台湾这政治要不蓝不绿，或者说模糊的 gray area 叫灰色空间呢，拿到一些表示我去了中国36小时，表示我拿到了东西回来给我的农民看了。那当然也跟他的未来要稳定他的选举有关，所以我必须说明这个货币框架，我觉得他们谈多少次了，也不是光见面才谈得了嘛。那说不好听，见面可以谈比较深的核心呐。说不好听，这次可能中国我讲打心理战，因为中国它有它要的东西，比如我们台湾将来是要独立或统一，这就是中国想要的东西哦。我觉得这时候拿到了川普想要的东西，这时候去交换，这时候搞不好你知道浅的暗暗在走。就是隐形最可怕的中国，搞不好会拿到更多，比川普还多。不过川普当表象一定要选举要赢，所以我觉得他们只能拿到中间一些灰色地带来。你是最极端的很难呐。对，反正川普去了哈，但回去之后有一点交代了哈，至少可以讲出一些政治语言。将军，虽然说这次川习会哈，他会讨论议题大概不外伊朗、台湾问题，还有经贸的问题哦。那台湾问题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可是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在经贸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习近平在这一点是完全占上风哈。这个他要买多少大豆，因为川普马上面临的是期中选举，他的很多的种大豆的农民现在面临很困顿的状况，要不要去买肥料，要不要去买拖拉机，要不要施肥？那去年库存的到现在还没有销光哈。虽然说川普现在在这方面大声的疾呼说，哎，你们安心去买拖拉机，开始我跟跟中国已经要买我们很多的大豆，你们安心去买。但是我想说，美国的农民豆农来讲的话，绝对不会相信川普这番话。那另外，中国要提供给美国的就是稀土嘛。稀土这个，目前我看到中国也是卡住这个脖子，尤其是说重稀土，这7种的重稀土几乎100%是在中国手上。那美国因为如果没有这重稀土，它的这种军工业可以说没办法生产。那再来我们讲伊朗的问题，伊朗这次可以说球也是在这个主控权也是在习近平手上。那到底习近平他要不要继续提供伊朗相关的资源？当然，你说提供什么资源，中国大陆是不会提供给他武器现成的武器，大概不至于会提供，以免引起后续更大的问题。可是相关的技术或相关的零附件供应人来讲的话，它可以提供给伊朗，它可以借着中伊铁路陆运的方式就进去了。那中国可不可以买伊朗的油？等于我如果说买了伊朗的油，等于说我有钱，等于说伊朗就有这个经费继续支持他的战争。我们刚刚讲这个茶壶炼油厂，这个大陆叫地炼了，就地方的炼油厂，他们提炼油，那美国现在扬言要制裁这几家公司，可是问题是说你怎么制裁？中国已经提出这个反制裁的方式，那他这个油如果炼出来以后，它还是有市场，它还是可以卖，你美国根本就制裁不了它。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川普他现在又面临了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他要结束这场战争，势必要靠中国大陆的这种在这方面来讲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站在一种所谓的斡旋者、调和者的这种制高点，他有这能力去调和这场战争。那当然，我觉得川普是有求于中国。那在这场如果说双方见面以后，一定会就这3方面的议题来谈，但是只有短短36个钟头，我觉得这个扣掉。